多年以后，躺在病床上再也无法工作的诸葛亮，准会想起刘备来拜访他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那时他还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，吞吐之间，隆中对遂成名篇。然而隆中对终究没能实现。客观来说，隆中对是一个完美的战略，却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。然而即便有这个缺陷，也不影响隆中对是个完美的战略，因为这不怪隆中对，也不怪诸葛亮，这个缺陷是无法避免的。终于讲到诸葛亮了，真不容易啊！估计很多朋友期待已久了吧？公元207年，三顾茅庐后，刘备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诸葛亮。一见面，刘备就坦然说道：“我想要为天下人伸张正义，可惜啊，脑子不够用，结果混得这么惨。可我就是不服输。现在你有什么办法帮我吗？”我们看这段历史时，关注点都在隆中对上。其实刘备这段话一样是不同凡响。要知道，当时的刘备论岁数可以当诸葛亮的爸爸，论名声，刘备天下皆知，诸葛亮也就在小圈子里有知名度。论地位，刘备是左将军，诸葛亮是家里蹲。讲道理，这时候的刘备完全有资格俯视诸葛亮。可是呢，刘备却在这个小年轻面前疯狂自黑，像个小学生一般天真的诉说着自己的理想与不甘。这一番表态过后，我想诸葛亮的内心已经被征服的七七八八了。长这么大，头一次见到这么看重我的人，这要是不露两手，我自己都不舒服。而且这家伙的理想居然不是俗套的称霸，而是伸大义于天下，真的太有意思了，我喜欢。于是诸葛亮就把自己潜心观察多年的心得一股脑都跟刘备道了出来。鉴于大家对隆中对并不陌生，我就简单说说诸葛亮要表达的大概意思吧。曹操是老大，我们先躲着；孙权是老二，我们可以联合他一起揍老大。荆州和益州这俩地方肥，主公又都是棒槌，这必须要拿下。拿下以后，我们搞好内政，解好孙权，等时机成熟了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两路出击，那时候平定天下，不是跟玩一样？这就是隆中对的大概内容了。接下来我会分两个部分来谈谈。第一部分反驳一下网上流行的贬低隆中对的观点，第二部分理性谈谈隆中对存在的缺陷，以及为什么它有缺陷却依然是完美的。好，先来第一部分吧。首先要反驳的观点是，诸葛亮的隆中对是抄袭鲁肃。鲁肃早就提出过三分天下了。我觉得吧，持有这个观点的人80%连鲁肃的原话都没看过。我给大家看看鲁肃的原话吧。鲁肃的大概意思是，曹操太强，我们目前干不过，应该趁着北方混战灭了刘表，把长江以南通通拿下，然后称帝，接下来就是统一天下。这就是鲁肃提出的战略。我觉得只要理解能力没问题，都能看出鲁肃的战略和隆中对不能说是高度相似，至少也可以说是八竿子打不着，风马牛不相及吧。好，过下一个。看知乎时，我发现了这么一个问题：诸葛亮的隆中对是不是小菜一碟？提问者认为隆中对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因为当时的局势一目了然嘛。北方是曹操的，江东是孙权的，刘备要发展，只能对荆州和益州下手，所以这诸葛亮说的不就是废话吗？我上我也行啊。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看法打在公屏上，谢谢。其实啊，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，他们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纯属废话，因为刘备当时根本没有别的选择。那么果真如此吗？我们先来看看诸葛亮提出隆中对时的天下局势。最厉害那肯定是曹操，粗略统一了北方，领土100万平方公里左右，相当于17个通辽，而且那时经济重心在北方，可以说好地方基本都在曹操手里，人口也是最多的。第二梯队就是刘表、刘璋、孙权，领土都在50万平方公里左右，相当于8个通辽，当然人口跟北方肯定没法比。至于剩下的胶州世家、韩遂、马腾、张鲁、公孙康，这些都是第三梯队了，实力也都还可以。还有第四梯队，就是当时盘踞在关西地区的一群小诸侯，后来被曹操一锅端了。至于刘备嘛，给刘表当客将，第一盘就是一个新野县，相当于算了不比了，这是在侮辱通辽。
总的来看，连第5梯队都算不上。搞清楚局势以后，对于那些说刘备除了打荆州和益州没有其他选择的人，我就想问你们，刘备难道不能去打胶州吗？首先，胶州是第3梯队，比荆州、益州弱，而且刘备跟胶州的吴惧是有交情的，他曾经还想过要去胶州找吴惧。可以说，刘备要是想拿下胶州，绝对比拿下荆州和益州更容易。可能有人会说，胶州那么偏远，刘备怎么可能去？他还是只能打第2梯队的荆州和益州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再来看看第2梯队的成员：刘表、刘璋、孙权。虽然这3个都是第2梯队，但论实力，刘表和刘璋其实是要强于孙权的。当时刘表的兵力明确记载有10多万，刘璋不知道，应该也在10万以上。而孙权呢，在赤壁之战这种决定江东命运的大战，孙权也只能凑出3万人，可见当时孙权的兵力是不如刘表、刘璋的。而且当时江东境内还有大量领土是控制在山越手里的，孙权实际控制面积也不如刘表、刘璋。那么我就想问一句，刘备为什么不能联合刘表、刘璋去打孙权，把江东给占了呢？这难道不是一种选择吗？再有，当时曹操虽然是第1梯队，但也没有占据绝对优势啊。毕竟北方经过战乱，人口优势已经没那么大了，而且他连北方也没有完全占领，像什么韩遂、马腾、公孙康这些可都在呢。为什么不能联合这些人跟曹操硬碰硬呢？这难道不是一种选择吗？后来马超就是这么干的。所以说只要你不站在后来人的视角，就可以发现当时刘备的选择实际上多了去了。面对如此多的选择，该怎么抽丝剥茧选出最好的一个呢？而且你要明白，诸葛亮作为一个无官无职的年轻人，本身掌握的信息量肯定也是相当匮乏的，对他来说做选择可谓是难上加难。然而诸葛亮居然凭着自己的努力，如此全面地了解了当时的天下局势以及各个势力，把他们分析得头头是道，最后硬是为刘备选出了一条最可行的道路。而且人家还不是吹牛逼，最后真的把这条路给搞成了，你说这还不够厉害吗？当然也不能光说好的，最后我们还是理性看一下农中队存在的一个难以忽视的缺陷吧。对于这个缺陷，我甚至都不需要论证，因为历史已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了。最终孙权背弃了联盟，背刺了关羽，导致农中队破产了。我这么说不是为了黑孙权，而是想告诉大家，农中队确实一开始就存在这么一个缺陷，那就是农中队想要成功，必须建立在孙权必须配合刘备这个前提下。问题是孙权又不是小孩子，他也有自己的战略，自己的打算，怎么就能保证他一定会配合刘备呢？客观来说，因为这个缺陷，农中队的根基就是不稳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如履薄冰。只要孙权那边出了问题，农中队就会化作风中残烛，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走在钢丝上的战略。那么我这么说是为了黑农中队，黑诸葛亮吗？想要不是，我一开始就说了，农中队是一份有缺陷的完美战略。从农中队实际的效果来看，它无疑是完美的。刘备采纳了农中队并坚决执行后，仅仅花了7年，就从寄人篱下变成了跨有2个州的超级大诸侯。俗话说不看广告看疗效，从这点来说，农中队无疑是一个完美的战略。至于我说的缺陷，并不影响农中队的完美，因为这个缺陷不是农中队本身有问题，也不是诸葛亮的认知有问题，甚至可以说对于这个缺陷，诸葛亮本人是明白的，而且比任何人都明白。可是他依然在深知这个缺陷的情况下提出了农中队，理由无他，纯粹是没有办法。完美没有缺陷的计划确实是有，比如晋朝灭东吴，那肯定是完美的，没有缺陷的。完美没有缺陷，从来都只属于优势者，属于先发者，绝不可能属于劣质者、后发者。在地盘和市场都被瓜分干净的情况下，一个劣势者、后起者，在不承担任何风险的情况下，就想要分得一杯羹，闯出一片天，你觉得这可能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当年铁血宰相俾斯麦想要统一德国，也是冒着巨大风险的，前提就是英国和法国不能干涉，或者说至少不能太早干涉。问题是英国和法国凭什么配合你呢？那就没办法了，只能硬着头皮去干，尽可能想办法让他们配合自己。当年微软进入游戏市场也是冒着巨大风险的，他可以让任天堂和索尼配合他，给他一席之地嘛。刘备集团起点代替，属于纯粹的劣势者、后发者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就不可能会有完美的、没有缺陷的计划给刘备集团用。刘备集团想要崛起，风险是一定要冒的，缺陷也是难以避免的。你一个小公司还没做大，就想着做大以后可能出现的风险了，有这个必要吗？眼下刘备集团能做的，也只可能是借着农中队提供的光芒和希望，走一步看一步，在无边的黑暗之中慢慢摸索了。至于那个缺陷，既然无法避免，也只能尽力想办法盖住它，让它不要爆发，或者晚一些爆发了。以上就是不二将对农中队的全部看法了。觉得有道理的朋友就把一打在公屏上吧，谢谢。最终感念于刘备的一颗赤诚之心和理想主义，诸葛亮不但提出了农中队，更是决定亲自出山，为刘备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。那一刻，刘备感到心花怒放，自己这条在乱世里滚了23年都没翻身的咸鱼，终于看到了一丝微弱的光芒。那一刻，诸葛亮看着生活了多年的草庐，默然良久。之后的人生恐怕再也不能享受哪怕一刻的悠闲。他在心中默默对自己说道：没关系，等我帮主公平定了天下，余生还会回到这里种地。丈夫在世，长有为，为民落下太平川。归去归去来兮，我夙有缘，一念还作入无名。归去归去来兮，我夙有缘，一念还作入无名。好啦，感谢观看本视频的朋友们，下一期我继续说真实的蜀汉。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就给个关注和3连吧，大家的支持就是我努力创作的最大动力。那拜拜啦。